这刚到老家，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原来我妈正在对楼里头发飙，原因是我爸不听指挥，把带柚子的人写得不高兴。爸妈动工简直神速，也无情把屋后土丘上的2棵柚子树砍掉了，还把土丘夷为平地，神速把小厨房的地基加固填平。计划的小厨房需要重新盖瓦，所以就必须拆掉原来的钢架棚。于是老爸叫上了他的朋友来帮忙拆卸，期待我的小厨房。天各种雨一直下，温度也在下降和回升中徘徊。爸妈为了不影响进度，只能简易的遮雨棚，这就开工了。在改造中，我们的分工非常的明确。作为纯帅的老爸担任技术工人，老妈就担任工程进度、质量监管总指挥，我负责跑腿和苦力。在和砖水泥灰打交道的过程，老妈总担心我没有做过这样的累活，身体会吃不消，总把累活揽过去。我说这也太小看我了，作为你们的女儿，哪有那么矫情？其实老爸老妈朴实无华，用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精神，在我的成长里影响着我，也用他们淳朴的思想教会了我和弟弟俩做人要利己正直、重义守信，做事不吃于空想，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这多少把屎了？厨房的主体用了2天的时间，在雨中渐渐成型。老妈便开始凡尔赛，说起房子也太简单了。看着小厨房一点点堆砌成墙，回想的汗水和疲惫真的不值一提，很享受。今天也终于体验了一把什么是真正的搬砖，这酸爽无与伦比。但想到只要我多做一点，爸妈就能轻松一点，也就充满了力量。厨房主体成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为厨房盖瓦做准备，把多的砖头清理出去，再把之前不平的地面砸开，把屋里填平。装修一间屋子琐碎的活儿真的特别的多。这几天爸爸妈妈和我都没有停歇，但最辛苦的还是他们。我真的不好这一口。帮我的过程，老妈更是差点把人家的工作给看着这么大年纪的搬运奶奶吃力的搬运，老爸见状主动帮忙，材料很快就运回老家。这会儿老弟也回来帮忙了。啦啦啦啦啦啦啦人多力量大，有老弟的帮忙，屋顶很快就盖好了。前期的改造系列属于纪录片，不能给大家呈现唯美的画面，各位看官就凑合看吧。厨房封顶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屋内墙面和灶台的建设，填平地面和刮平墙面。材料无疑又是苦力的一天。爸妈已经早开工了。还在起到了。人家你来他们山上班噻，我后头都住了一大天哟。生活中，父亲就是我的铠甲。虽然从小就十分严厉，一个不小心就会是个零，但丝毫不影响他在我心目当中如超级英雄般的存在。特别庆幸是他们的女儿，从小教会我顺境中不惰，逆境中不累，就像他们一样。这一期的内容就是如此喽，记得点赞和关注哦。爸爸，你现在很像超人。老家改造第10天了，厨房主体终于收尾。今天的工作是打地坪、和水泥的日常。嗨，你看，又是下雨天，但天气丝毫没有影响到收尾进程。老爸更是披荆斩棘的埋头开工，这也有点太酷了。前几期的视频收到了很多粉丝留言，纷纷都在夸赞我的声音，问我是否是学的播音专业。在这里正式的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是一名社会型自由职业主持人，不是电台主播，主要从事的工作呢是商业型主持和婚礼主持。在这里，这个园子正在拆，看一下能不能捡点漏。你们不要下来！哇，这个路有点为难呐。这是我们村里的老院子，现在被拆了，随处可见的宝贝呀！哇，还有这里，发财了，发财了！在废墟上发现了好多的陶陶罐罐，真的是太兴奋了。这不，2个小家伙也来帮倒忙了。老乡说还有很多旧物被竹子盖住了，没办法取出来。先走，先走。不动不能。这么多罐子搬回去，真是得累得够呛。我家在这院子后边最高的山丘上，还是得借用最朴实的工具才行啊。
期待后边改造能发挥出他们独特的气质。不在家，恰巧遇见我们村里来改建电路的工人大叔在马路边等开工，于是非常不好意思的就开了口，请他们帮忙。没想到几位大叔热情豁达，很爽快的就答应了。这个石头实在是搬不动，于是就找了几位叔叔来帮我。这有点高哦，我试了一下，真的是搬不动，太重了。对于叔叔们热情的帮助，内心真的是各种感恩。但叔叔们说的最多的就是这都是小事情。我很感恩人生当中所有对我帮助的人，哪怕是微乎其微的小事儿，所以更加感恩这样萍水相逢的帮助。石盆搭好之后，最难移动的还是我们家这一口祖传的石水缸，比我预估的要重，看着200-300斤，但大叔们说水缸一般都有500-600斤，真的是太难为几位叔叔了。经过叔叔们几次艰难的调整，石水缸终于被挪动了。大叔们喊着号子，吃力的一步一步帮我，内心真的是太感激了。受之恩惠，却不求回报，让我真的很感悟几位朴实辛勤的劳动者，他们善良的品质如此的淳朴，这大概也是我一直想追求的简单生活。石缸挪走了，今天砌个临时的阶梯，方便我移在院坝里的绣球花。今天的活儿不少，话不多说，开干。修阶梯需要先用土填高，于是考虑开个簧，顺便把土挖下过去。重活开始了，还好当年那个小屁孩弟弟来帮忙了。当初的小屁孩，现在可已经是个男子汉了。来了，那就开虐吧。联系了他们开石材厂的朋友郑叔，带我们去选材料。来到石材厂之后，看到好多石头，老妈也不禁对我笑话起来，说家里的房子那么差，地把整那么好，有点不搭呀。这里拆了，这边要填一些作为一条停车带。这边就是我的小花园，多吓人！这是完中午的婚礼，又回到老家，之后就已经看到石材都拉回来了，50包水泥，100平米的地砖、沙子。哇，都填这么多了！老爹真是厉害。这条这个吗？啊，你还说我老汉儿种的红苕，没得红苕，还是有成就。你看，长还是有那么多。因为要把院坝满铺石材，所以得把院里的花花菜菜全部清理出来，加固填高。收拾的时候，之前帮我搬石头的几位大叔下班路过，顺便也来看看。每次看到他们都觉得特别的亲切。
果种了几年的大芦荟得给他搬家了。老爸说贴地砖不费事儿，费时间的得数这些犄角旮旯的杂活儿。原来的菜池不够高，填平地面还需要很多的土和石头。于是我和老妈开启了愚公移山的模式。这是老爸最近的日常，做好了真的很开心哎。加油加油！这一张拿的10块9好重。改造以来，这个雨下的真是不吝啬。我那样，跟你一样，回来，差不多吧。我买这个饭嘛就差不多嘛，是吧？妈，我看到你穿那个，我也觉得好冷哦。搬过去，你觉得冷吗？我看啥？重哎！我发现有些重量不一样哎。啊，搬不动了。虽然改造的过程各种辛苦，但一家人在一起努力的样子却很幸福。妈，这个草莓有点酸哟。以前健身对你还是有用哈，现在可以下力气。你推不推着？对不到。是呀，反正我推起不得行。后来稳到啊，稳到，稳到。加油加油！你莫在到路上了哈。哟喂，竟然推上去了！就在这儿把你衣服鞋子弄稀我搓。经过老爸老妈风雨无阻的坚持，院坝终于贴好了。特别 nice 的一件事情，我的2位发小帮我在安窗户。我爸在做地基了，班长可以1块。好1块。好。长方形的哈。你要梯步就弄到那了。也可以。那弄是那边下，多好才能用矮些，不往那边下。都行。那边下。这边的墙就是一个曲线型的了。可以。不一定要那么规则。辛苦了，老爹。辛苦。能干哦。我们买个肉的时间你就把梯做好了了。慢慢来嘛。慢慢来嘛。我60岁了哇。我60就大了。约定我60岁就退休啊，我60岁还不该退休啊。通过1周雨水多、晴天少的断续施工，围墙终于接好了。在实际操作下，我的青砖墙变成了红砖墙，发现灰砖是真的不好买，所以那就这样吧。整个院子1砖1土1瓦都是我们自己亲自动手，加上天气的不给力，进度就比较慢。挖做排水沟真是累得够呛，主要是总指挥老妈不在，老爸指挥不当，挖错了位置，只能返工重挖。来帮忙啊，断嘛。现在的生活2点一线，主持工作结束就回老家帮忙。改造的过程真的发现自己的能量好大，连老妈都说现在的我有她当年的气势，不怕苦，不怕累，妥妥的那个汉子一枚。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原本想分成2株，没想到这么脆弱，被我掰断了。此刻的心情无法用语言形容。接受现实吧，虽然很心疼。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花园小路造起来。最近和这块土干了起来，其实也是趁天气正好，远离喧嚣，打造自己的小院，享受编花的乐趣，累且快乐着。这是你们的妈妈，来这么好。这个绣球是在前年买的，然后这个前面是我们先插的，现在它都已经开了一大波花了，这么大一朵有蓝色、紫色，还有绿色。这下边目前只做了硬化，现在准备可以跟专门大路了。你又在弄下几个菜哦？小院的停车带终于修好了，车也可以开进来了。这不，马上快要过年了，给老家添置几把椅子。
山，不要买它。这样子就像个火山，这里的数学就是新疆。试一下能不能抬动，试一下，有点困难，对，走，哎，还可以呢，还可以，哎，抬动，哇，真是有点重啊，太重了，可以吗？谢谢，你看，在我这儿还可以做锻炼，我不需要减肥。工人这会儿已经来了，与此同时，我买的草皮也到了。其实刷白墙并不是我最中意的方案，但简单快捷，还省钱省力，所以就先这么操作吧。3年的功夫又是新的一天，买了1000多的植物，先种花，再铺草坪。因为市场小，品种少，买花草我跑了好几个地方，勉为其难选了一些，这每一棵大概都是在100多米左右。细心的网友会发现，我刚活是戴着墨镜的，不要以为我是在装酷，其实那是因为光线太强，受不了。计划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洗手池，所以先把位置先预留出来。为了造个景，决定就地取材，来到了一座废物千寻堡。待会儿这个蕨类，我们在上面是挖，好多。OK，这个可以哦。是吗？把这个扒拉回去吧。哈哈，看一下，挺好的。我们今天就是来扒这个的，多扒点回去，可好看了。来。
这么多。那个放旁边，多好。如此的美丽，那我把你们带回家吧，毕竟在这儿你们没有人欣赏。全都跟我回家去。太心狠了，全都过来了。这个好看。来，背着你去。啊，这个也可以。走不了了，走不了。天黑了，大姐。不把这块。美女，天黑了。哇，这感觉你不知道啊，真的是。啊，解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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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脱了一层厚厚的衣服，感觉你不懂，你不懂。在别人眼里就是废物，他在我眼里你就是宝贝呀。来，丢里边去。洗洗洗，一件棉衫。是的，走你。在外边，这带地方，好看吗？好看。嘿嘿。圆形角落的地方打算做一个秋千，但是到现在还没选择到喜欢的款式。交作业啦！看到这儿应该点个赞或者关注哦。
不明植物种这儿感觉有点失策，怎么看怎么像倒伏的蘑菇根儿。本来是想种在那个角落的，但是毫无违和感，算了，将就吧。打脸。生活现在没事儿就打理着这份热爱，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花草成了我众多热爱里的精神食粮，爱到不行。大概是越成长越喜欢那份宁静和与世无争的。费了我9牛2虎之力，终于把这棵李子树从后院给挖了出来，打算种在妈妈正在挖的地方假山后面。开始该入户门头瓦了，一回到老家就看着老爸已经用竹子和钢管搭起了支撑架，因为门头空间有限，所以操作起来比较费劲，每件材料都需要一件一件递上去，老爸更是小心翼翼地操作着每一步。起初还担心老爸不会盖装饰瓦，没想到老爸直接说这都是小儿科，厉害了我的爸。门头宽度原计划设计是3.4米，但加上去之后发现太宽了，于是房工又把切好的5根横梁再锯了一遍。因为工具的不专业，我的手磨器在经历了9次树木切割之后，气得冒烟，成功申请退休啦。如粉丝所料，院子靠近竹林，风吹落叶四起，好在有2个小帮手，花5块米成交了落叶的清理工作。虽然门头面积不大，但是却耗时了1天半的时间才把它建好。接下来看一下成品吧。看起来好好看呐！
今天我要改造这不锈钢。计划良久的茶室终于安排上了，请了邻家表哥来帮忙焊接，先把多余的葡萄藤挖走，清理旁边的花带，后面再种上一排绿植。这个茶室风格走的像是新中式的，边做边设计，也不知道会被我倒腾成什么样。恰巧水电工也在，顺便安排上了电源的问题。其实茶室的大概结构是计划好了的，但实际操作后一言不合就改。好在表哥人特别的好，问我怎么改的，逼着我免费的好友知道了哪个位置。就像不像给自己焊了一个铁笼子，把自己关在里边？妥妥的现场设计，现场施工。看到这里，是不是还觉得有那么一丢丢新中式的感觉？那接下来工作就是对待喷漆和封顶，期待它最终的效果呈现吧。楼梯先做个卫生，上去后才发现太高估自己了，不仅恐高还胆小，还是换个工具吧。在网上花几十块买的电喷壶，给不锈钢喷上黑漆。上午喷着下了几颗毛毛雨，下午看天气好有太阳，又接着喷。刚喷完就变天，简直是大型翻车现场。恰好朋友路过，帮我遮盖了起来，内心崩溃，省略1万字。完犊子了，被喷成了这副色。无奈就先这样吧，封顶后再想办法补救。简易的阳光茶室主体结构就这样完成了。今天发小来给我做大门了。打娘胎就认识的我们是隔壁邻居，是从小到大的玩伴，是同学，也是兄妹。这一次他回老家，原本是要休假的，但是听到我念叨说做定制木门太贵了，家里又有很多准备当柴烧的废木料，二话不说把家里的工具都翻了出来，说咱们现做，这一下子就解决了我的难题。看到这推刀就想到了儿时放学后他在家敲敲打打做小桌子小板凳的画面，没想到现在练就了这好手艺。生活中总是像朋友一样默默的支持和帮助我，也像哥哥一样见不得我受委屈，抱打不平。时光匆匆，我们都在光阴里慢慢长大，变成了大人的模样。唯有不变的是这一份肝胆相照的友情和亲情。大门做好了，虽然没有工厂定制的那样完美无瑕，但这一份独一无二的心意却值得我珍藏一辈子。接下来要把剩余的木料用来做一张放茶室的桌子。
我是李问。在前2期视频当中，有细心的网友发现我的厨房有点不一样了。那在今天就给大家拍一个一镜到底，让大家去看一下我现在的一个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在我的身后就是我的花园一角了，这边是假山。经历过这个夏天，其实我这很惨，我的假山现在空空的，没有水了，因为开裂了啊，所以在后面要全方位的重新再做一下防水。之前有粉丝留言说，希望有机会可以来我的院子来参观一下。在这里呢，要首先感谢大家对我的喜欢和支持，但是非常的惭愧，为什么呢？就是我的院子它真的没有什么太大好看的，就是目之所及，我看到的是一片狼藉，所以在视频当中所呈现的画面可能会比现实当中更好看一些。因为我在我的院子当中种了很多的花花草草，所以它没有一个特别的那种园林的一个规划，然后说喜欢的我就往里面栽。那经历过一个夏天，其实有一个最深刻的感受，这也是我第一次弄这样的一个花园。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一片竹林，一直都在不停的掉叶子，所以种花它不是我最累的事情，最累的就是捡落叶还有拔草。我看到的我的花园是有种破败不堪的感觉啊，特别简陋啊，因为没有修葺好。那肯定又有粉丝在问了，你不是在做改造吗？为什么你的速度那么慢？都快1年了，不对，1年多了。是啊，其实我想在这里给广大喜欢我的粉丝朋友们说一下，这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我并不是为了去呈现一个作品去发布，然后呢再去做这件事情，它是属于我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所以它不是一蹴而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积累。那现在其实上面都是比较乱七八糟的，那今天就给大家毫无保留的去看一下，大家看一下你们好奇的我的这个厨房。那走到我上面的更大一点啊，这样子的，还有这样子的，有点凌乱。这个葡萄藤我还没有把它想好到底挂哪儿啊，它还晾哪儿的。这个院坝也没有特别的去清洗清理啊，因为平常我这段时间都不住这边。好，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身后，再往这边走啊，这边就是我之前的那个厨房，大家都知道的啊，是我们和爸爸妈妈然后重新修的一个厨房。那通过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哎，后边是不是就发现有点不一样的元素了？在我的这边就是我家，而在这边就是我的邻居家。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邻居，其实你不陌生，在我的视频当中经常有看到她，她就是我的好姐妹露西，她也是主持人。那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她打造的一个院子，在之前这里是一个不能用废墟来形容的废墟，然后经过她的手一点一点改造成了现在的模样。这是我们一起搭建的一个茅草屋啊，在这边可以喝茶、乘凉，然后躺睡。从这边进大门，平常会在这里喝个茶、聊个天儿。然后这个门头是他亲自刻出来的。过这条小道可以来到我们的厨房，平常我们俩忙忙碌碌的地方。这里现在还有一些食材，看一下。我们没有做精细的一个装饰，那这些全都是那些手工做的。好，接下来就是上楼了。这个地方还没有弄好啊，所以现在看到的是一种叙利亚的一个风格。好，现在你去看一下楼层上边。小伙伴们，我来了 ！Hello， 哇塞！你们不去当那个工程师，简直是可惜了。在我的身后就是我的好姐妹木西以及她的师傅和师兄弟们了。他们现在正在这边要搭建更多茅草屋，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上边有很多的一些休闲的地方。现在全是他们纯手工来打造。好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了，这就是我们现在要一起去实现的田园生活。我们会一起努力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开心生活每一天很重要，所以也要开心哦。总觉得花园这个位置有点空，打算那个防腐木花架在这儿。第一次用防腐木，才知道防腐木也是分等级的，价格差距也大。因为是户外使用，所以为了持久也更耐用，纠结了好一会儿。
最后我还是决定选择了进口的。等了近1个月，木头终于送来了。我手刷就回来了，还好你在哦。这位呢是野人的 boss， 因为他的业务实在是太繁忙了，工人都被安排去干了大活儿，那我这点小活儿，他就带着亲生助理自己动手了。你帮我看一下。哦，我是包子嘛，包子嘛。这里。不会啊，你上面还有顶的嘛？对。对啊，有顶啊。不会高。在这里必须要吐槽一下，老板真的只适合当老板，不太适合下机走。看似很简单的架子，我们花了近5个多小时，虽然慢，但是不得不否认，老板真的很细心，精准测量到无丝毫偏差为止，这点真的很赞。我咋觉得怎么那么高呢？真的有点高哎。再升个台面。Hello， 我是热爱生活李问，这里是我家堂屋，老爸正在改造上楼的入口。之前的楼梯占用了1个房间，不太合理，所以老爸直接砸了，改堂屋上楼。这里呢是上2楼的过道屋，以前是用来堆柴用的，也是被浪费的房间，这次要把它改造成我的衣帽间、卫生间。2楼的改造几乎是全了老爸一个人包揽的，从砌墙、胚墙、凿线槽、贴地板、防水刮内子等等都是老爸一个人完成的。其实2楼已经闲置了20多年了，若不是因为我的梦想，他妈也不会想着待在老家生活。一提到他们，都觉得好愧疚。这些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我了，有没有好好吃饭，开不开心，有没有受委屈，有没有太辛苦。简单装修了一下，趁空闲一点一点装饰，决定先买材料做一个床。真好看，怎么样？好看，你试试那种。深秋的10月，工作很忙碌，房里的空闲便是在院子里各种倒腾。这是用旧木板给儿子做的一张小床，地上的防腐木是朋友装修后的余料，拿来做一个床边踏板，又是他的一笔。恰逢周末，儿子做完作业主动来帮忙，一时间又觉得孩子懂事了不少。我喜欢倒腾居家环境，因为我觉得家应该有自己喜欢的样子。妈，这个放到哪个地方呀？你把它放在你的榻榻米旁边。那个床不是我只做了1.3米的吗？这个地方你不是想要一个放脚的吗？就是大家呢，
喝茶，好的。喝茶都不至于，在上面你还想喝茶？你可以在上面坐着。其实老大打小就是一个暖男，2岁多就能察言观色，照顾他人的情绪。我这一路走来，好多的不易，他都历历在目。他很理解和支持我做的一切决定，为尽我所能，以身作则。希望给他好榜样，给他我能够给的安全感。就这样，先交作业，后面再慢慢的装饰。好，我俩是女汉子了吧？看到砍伐后的树桩，我们简直是欣喜若狂，下定决心必须挖走一个。加油哦！人家说我们3天都挖不出来哟，一脸不屑的样子。他们2个3天都搞不出来。啊，等会搞出来2口。这不是女人。我俩都相信事在人为，为了这根木头，电锯、锄头、铁锹、弯刀都用上了，以为不过是个木桩，没想到精疲力尽，还是纹丝不动，好像有点自不量力了。你看，有些事儿真的就是那么巧。像我去买木板，一下车，一老板就追问过来，说他家有个老木桩，低价处理，问我要不要。这是天都知道我的差劲，第一步先给他整个容。得空就玩木头，我妈说我可以改行做木匠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超喜欢这些木头，喜欢侘寂风，简单又质朴的家居风格，看着也不复杂，所以享受自己动手的过程，还有收获的满足。平常要忙于主持工作，所以呢断断续续，不知道打磨了多久。希望最终呈现的样子不会太突兀。最后呢，分享一下我和木西看日出的美照。忙里偷闲倒腾出来的木头家具，这一期交作业。这一块超重的方木头是花了400块钱买的，用来做电视柜。这块木头做茶几，花70块钱买的老门板。一看这个上面的伤痕累累，就知道一定是用来做过案板。
偷懒哦。你看我多勤劳。前年开始改造的时候，我前闺蜜就预言过，说我妈这块菜地迟早要被我霸占掉。没想到被她说中了。我和我前闺蜜都特别的爱种花花草草，因为她老家特别远，所以呢就在城区的附近租了一块地来种花。但她换了新房之后，距离又远了，就无暇顾及到这些花草。唯一放心的就是把它们交给我。你看这个花园已经不像花园了，特别凌乱，所以呢要把它挖走，然后种在我的院子里。顺道买了个铁树，种在大门口。这块土坡我种的全是绣球花，想看它们以后盛放时为我微笑点头的画面。我老爸正在砌的砖墙是我想用做墙位的爬藤和造景用的。其实原本计划是要把楼顶的彩钢瓦换成青瓦的，于是我就买了青瓦和木材，花了我近1万块。但是到货后，老爸却说瓦片久了不安全，还不方便。房子在村里面最高点，风大了确实不太好。我郁闷地睡了一觉，醒了就说：“爸，给我盖在花园里吧。”于是我们说干就干，拉了沙，买了砖，就开始行动了。帮我拉砖的好姐妹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闺蜜，也是发小，还是同学。小的时候约定我们长大后谁先有孩子就认作对方为干妈，所以我的女儿已经上高中啦。新改造的花园在堤坝的院里，所以呢车辆出入不了，于是就只能靠人力一点一点的搬。3月的春天里，气温还是有些忽冷忽热。在这样的气候里，我们挖沟砌墙只用了4天多的时间。最近工作量呢，我也不是特别大，所以每天真可以就是真正的搬砖。其实拼力气真的不算少，最值得我骄傲炫耀的是，我可以拼爹，还可以拼妈，因为是他们一直无条件的支持我的梦想，做我最坚实的后盾，给我无限力量。谢谢我。这里呢是我规划的一个休闲茶空间。妈妈，我上班去了。这效率！结束完工作回到家，看这个瓦子已经盖了一大半啦。上去看一下他们的工作状况。出门工作的时候特别叮嘱我老爸，千万不要又把我的树枝给砍了。你看这工作起来好像是有点为难，但是还好老爸还是特别的赞同。然后呢，继续人工铲土，挖掉近60公分高的土。这个是银杏树的树根，它的灭亡简直就是一大遗憾。最初疫情回老家的时候，老爸开荒种菜，直接砍了当柴，真的是太可惜了。我打算保留它，作为院子里的一道景观。买的瓦实在是太多了，用不完，所以呢，我就计划着给它用在这些花池的旁边。你看，就是这样的效果。我现在就特别的相信有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看，其实原本计划就是一个小花园，也没有想到技巧，但是慢慢的发展，就会成为你可能会遇见的更好的、想要的那份惊喜。预知后续一定要关注哦！种下绿植的院子和我脑海的院落画面感越来越近了。我喜欢这个角落，没有设计图，都是边做边想，摆放不合适就返工，重新来过。购买的瓦片还有很多，于是就边做边想，怎么才能实现它的价值？想着想着，灵感就来了，先画个圈圈，然后再挖个坑坑。一不小心挖太深，于是又跳回去，再用锤子扎紧。老爸不相信我白瓦的技术，于是亲自来指导。这个圆形中央，我计划是摆一个圆，但一上手发现脑子会了，手还没会，摆着摆着就摆出了一朵7叶花，也还不错。一上午的时间终于搞好了，现在进行开采仪式，3、2、1，搬了几块石头，
这是我和闺蜜嘿咻搬回来的石头，铺在路上。这样大小的石头是我在村里面找到的，拉了15个回来造景。要不是把手给砸了，我非得把那剩下的10几个全都拉回来。看来这是老天让我休息2天的意思呀。好了，交一下今天的作业，看看吧，就是这个样子的，还有些凌乱，但是已经看到一些雏形了。我给这个新的院子起了个名字，叫做清浅里，只用于喝茶和午时躺平，还会在楼顶继续再打造一个最清浅，主要是喝酒，争取把诗酒、茶、画画全部凑齐，放在我的生活当中。改造好之后会对外开放，希望把我的欢喜也分享给同样喜。终于没下雨了，可以继续造起来了。虽然院里现在一踩一脚泥，可就是闲不住，迫切的想要把脑海里的画面全都呈现出来。这棵枫树呢，原来没有什么造型，长成了一坨，所以拿用砖头给它压压。想做一个禅意的流水景观，但是没有石坡，所以呢就用水缸来代替。摆放后发现这口缸太大，显得有点粗鲁，换一个秀气的祖传的小水缸。做水循环，水缸底下必须要放一个盆儿，可以尽量大点儿，但是我家呢只有这么大小的，就将就用。你看我老爸真好，这是我们家用了20多年的铝盆，老妈舍不得我埋土里，所以呢我没敢拿。担心土会进盆里，我加了一层土工布，下一步装水泵、石子儿，再种上一些小植物，摆上一些小玩意儿，就差不多了。这口缸用来接屋檐水，以后用来浇花。都看到这儿了。可以，一片一片的。啥？不冷啊？能吃吗？可以吃，可以吃。哎呀，我的妈呀！看这么好，你看这还在长，这是刚下雨。哇，真的好嫩啊！哎呀，快点拿袋子，有一种揪耳朵的感觉。确定吃了就是不会中毒吗？不会，这个树上的东西。好。你确定这是羊奶奶？嗯，对啊。哦，吓我一跳，我以为黑色的。你对吗？哪儿？在这座老屋里边，捡到了宝贝呀，好多的龙舌兰，还有好多的多肉。我上来喽。这边看上去已经荒废很久，这伙伴给我扔下来的，我们刚刚已经先去拔了。小心点啊！你看这上面全都是龙舌兰，全都荒着的，这边都已经被我们薅了很多了。还有这边看一下这个多肉 ，Oh my god， 这太棒了！我们将一些走，让它们在这儿生长吧，真的太棒了！啊，想要对这一户的主人家说不好意思哦，我们窃取了您的植物。哇，真太 nice 了！哦，这别有洞天，上面还有一层哦。哇塞，哎，这可以，罐子哎，好看哎。
在哪？哇，这个好看！这儿还有一个坛子罐子。我过来，在哪儿？我从哪儿过去？这个树好大哦！石头儿，哪里有石头啊？在我面前我没有看到，这么可爱，可是搬不走啊！搬不走，现在搬得走。搬不走，搬不走。算了算了，好大也搬不动哎。嗯，我发现了一个老悬崖装的多肉，好好看哦！哎呀，看一下，哎呀，哦，nice 吧这个？大小石头，可是小时候还不行。哎呀，这路边的石头都太好看了，这些都好好看，随便选。你看多好看，大的就不要了哈，我知道你抬不动。这一期交的作业几乎不花钱，全是用捡回来的宝贝安排的。正在挖的这棵植物是几年前在路边捡的，觉得叶子还挺特别，就拿回家中种了。当时也就20厘米，你看现在多茂盛。用架子把它修整成球形，让野草也有折磨的春天。这个水缸周围我垫了一层又一层的土狗布，目的是为了让它起到护理的作用。老规矩，用瓦片做一个隔离带，然后呢把篱笆填进去，再把捡回来的苔藓都铺上去。昨天把苔藓捡回来的时候，老妈说村里面到处都是，你还去山上去捡。其实它们真的不一样，苔藓有很多种类，这种种类的苔藓它真的是活性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特别好养护。但是我们这儿真的没有，只能去山上拔。再用蓝竹做一个水循环系统，自己动手又省了一笔。这个在网上卖的价格大概是在150左右。安装的这个水泵呢，花了20几块钱，但是通电之后发现，水量好像有点太大了，应该再买小一点的。秒灯有限，大家凑合将就看吧。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过2天又得下雨，所以呢，趁天气趁空闲就好好改造。这道花墙周围的植物都是朋友送给我的，这块大石头是我在路边捡回来的，可以想象它真的很重。然后呢，再把山上捡回来的多肉都种进去。这棵老悬崖桩的多肉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太棒了。都看到这儿了，没点关注的点个关注再走吧。这期给大家分享我超大的喜悦，瓦房已经盖完了，但是你看还有这么多瓦片，于是我又开始打它主意了。派上我最熟悉的配方，先画个圈圈，再挖个坑坑。为了让这个圈是圆的，不是扁的，我又是尺子量，又是拉线校正，得考虑地平线上下高度、垫层厚度、流水坡度。我回来的时候就发现我爹已经按照我的设计在做了，这也太棒了吧！哎，确实还是我老爹厉害。老爹，来比个耶，快点！那是比心。对于我这种数学不好的人呢，造型难度呢有点大，所以呢我就直接改成了圆形。等处理完工作回来，老爸已经都给我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了。因为有工作得化妆出门，就化妆的功夫，你看啊，好好看呐，好好看呐，真的是太激动了，太激动了。好好看啊！在我这儿思虑半天的难题，各种摆放又各种挖，在老爸这儿 so easy， 我也开心到想要起飞。当然，老爸还不忘吐槽我说这个活儿你哭都哭不出来。来给你们炫一个，当然别忘了给我老爸点个赞哦。哦，还有记得点关注，下次跟你分享成品以及改造的一天。为了能够给大家分享院子里的第一波花，我和老爸最近卯足劲儿在赶工，希望盛放的这份浪漫和惬意不会被浪费掉。今天的活儿是给院里的地面做硬化，第一步就是先铲平地面，然后再铺上混凝土。其实最初的想法我是不想硬化的，直接用土工布和植草和铺石子就可以了，这样已经算是很稳妥的操作了。但考虑到清洗问题，还是听了老爸的建议。因为我已经有一个种满了各种花草的花园，所以清洁里我更希望它素净一点，尽可能不要有太多艳丽的色彩，大概就是这样。帮忙的是我的闺蜜们，她们特意从城里赶来慰问我这天天玩篱笆的人。
这土坡铺上苔藓之后，真的好看太多了，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被我养好。等把室内都装潢好了，再铺上石子儿就大功。今天开始倒腾小院的插廊了，在网上花了130块买了一大桶和一小桶的外墙漆，先给墙抹个粉儿。因为想要粗糙的质感，所以呢我没有用腻子膏，直接刷的外墙漆。没有看到成本钱，其实我连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想要的效果，有点担心翻车。好在这个漆它不贵，大不了重来。可刷完白墙之后，发现自己是真的蠢呐！一桶油漆能刷50平米2遍，我10几平方就搞定了，还一个劲儿担心不够，都忘了还有油漆喷壶这回事儿。你看这小小的一桶土黄色漆，这面墙喷完还有剩的。至于这效果嘛，你们看，觉得如何？用普通木头做的立柱，便宜是便宜，就是有点费物，需要每根都打磨。来吧，各位，又可以开始夸我或吐槽我了，因为这对屏风还是我剪的，这运气就是那么傲娇，挡都挡不住。这屏风呢，是我闺蜜火锅店停业拆下来的，一张她花了800块，一共有8张。最初呢，我只是打电话问她在哪儿买的，没想到好巧不巧，她说店太多，忙不过来，不做了，让我去拆，真的是天意呀。正在搬运的这个门呢，是我家2楼以前用的，在拆队里被我发现，决定让它发挥一下岁月沉淀的特别。费劲的搬出来是想实地看看搭配会不会突兀，要不大家给我一点意见吧。屏风要不要刷个颜色呢？老爸现在挖的是一条排水沟。最后给大家，你们看，这是我们这儿最后一个被城市保育的地方，拆字上墙，从此辉煌。这是我大爷爷家，这个房子快要拆了，然后大爷就说这些木头让我随便拿。这个物件真的好老了，有好多年了。小的时候见过了，对我真的怪可惜的。大爷说我不拿走的话，到时候拆了之后也是把它砸碎。对不住了各位，又是看我捡破烂的一期。大爷等我来，你不弄，等出来弄那个很重哈，那老木头了。大爷爷快85了，是我爷爷的哥哥。这房子快拆了，他们也早搬家了，但是他还是会闲不住，会来到后院养一些家禽。大爷爷家的老物件有很多，但是我选择了一些我可以用得上的。你看，这装满了一车。对，大爷，我先走了哦。好，拜拜，保重身体哦哈。哦，你早点回去哦哈。拜拜。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看到这些老物件没有被使用的价值，就会觉得好可惜，觉得还可以再拯救一下，发挥它的余热。这个太大了，我有点走不动啊，这个。这位大叔很大方，让我把里边有用的东西都可以搬走，但我还是选择能用得上的吧。这一户呢是我姐家，这房子已经废弃好多年了，把门拆下来，废物改造利用。怎么样？战利品，这可是宝贝老木头。我拿去可以打磨一下，等待我翻新，看看它翻新的样子。看到自己搜罗回来的这些坛坛罐罐，都觉得自己好富有。我也期待他们最终呈现的效果。好了，各位，给我关注下一次。今天用木头给茶廊铺一个大通铺，先搬20个4毛3一个的空心砖，然后再翻出买多了剩下的木头，用作木板的支撑点，按距离切割梁木。老爸用的切割机是我发小借我的，终于又体会到不用手锯的快乐了。摆好木头给基础找平这件事儿，对老爸来说再简单不过了。家里所有的材料数据问题，只要给老爸一说，他能够立马给我需要的准确数量。比如买的这些木板，1块不多，1块也不少。我这脑子大概是出厂设置。为了实时贯彻老妈教导的勤俭节约美德，木地板我选的是3公分的风干木，总量呢一共是25个平方，花了2600块，自己刷防腐剂，水性漆呢花了200块，人工免费。我选的是棕湖桃色，新木板上色以后，一下子就有了历经岁月的感觉，是我喜欢的颜色。帮忙的是我的好姐妹们，是闺蜜，是同学，也是发小。我们见证着彼此的成长，也见证着从少女变成了中年少女的模样。在我的人生当中，她们给予了我莫大的鼓励和支持，和家人一样。加油努力，山油也要绿。院子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一点点，一步一步，不仅有我拼搏努力、坚强勇敢的样子，还有更多的是
我对生活热爱的温柔和浪漫。感恩有大家的陪伴和见证。接下来开始安装我精心打磨的大门了。好呢。好了，大门装好了，后边空了，给它刷一个油。喜欢我作品的小伙伴们，记得一定要点点关注哦！期待与你分享我更多的向往。交给我。大门入口地面快竣工了，爸爸正用我买的模具矿引混凝土。之前买回来的时候，其实我老爸就已经吐槽过我了，说请买一些小瓦儿板夹夹的。你看这印出来的效果，一格一格的，不是也挺有一番中式韵味的吗？之前刷油漆的木地板，原本我是想自己用钉子扎进去的，但是朋友太给力了，就不给我下倒腾的机会，特意花了1天时间来帮我倒腾。追求极致的我，当然也怕砸自己手上。在我大爷家搬回来的桌子，先给他做个 SPA， 然后再做个截肢手术。从此，这张有年代感的书桌就改变了他的人生，成为了一张茶桌。这块老门板质量很好，花了100块用来做茶桌。这块又小又可爱的老门板也深得我心，用处同上。这个柜子打磨翻新后用作小物件的储物柜。虽然我喜欢老物件旧，但是我绝不允许它脏，所以呢，挨个洗刷一遍，晾干后再刷油。这些柜子呢，里里外外我都打磨了一遍，手动的、机械的都用上了，再洗洗也就符合我使用的标准了。这些罐子里有亲戚家的，有朋友家的，还有非我里搬回来的。你别说，这放一块还觉得挺有成就感。虽然大部分都是破的，但还是舍不得丢掉，用一下也挺好。这一期汇报结束了，点个关注，那我发小给我雕刻木头，老姐人生的第一次，也就这样交代给我了。可以的，不错不错不错。这一期把上次铺木地板剩下的余料利用起来，做个废物改造，让它走向作为普通木头最高光的时刻。最近收到很多粉丝的夸赞，还有很多朋友是来咨询帮忙改造的。其实小女子真的不才，会的也就这2下子，不专业。我的院子我是因地制宜，再结合自己脑海想要的画面，边做边看的。所以如果让我来给大家做设计的话，纯粹是班门弄斧了。真的感谢大家对我和家人的支持。视频里记录着我毫无人设的真实日常，只想在能嘚瑟的年华里追着光前行，不负青春，把错过的梦都照进现实。我是一个内心极度向往美好的人，喜欢与人真诚、简单、和善，喜欢与事儿不争不躁，化繁为简。所以我打造的小院，希望大家如同这名字一样，愿我们都能够在时光清浅处一步一安然。上一次浅字漏了一点，这一次漏了个勾，给它补上，免得大家吐槽我。这个呢是做的一个盛茶锅，后面给大家呈现它的使用效果。好了，我们要下期见喽！所以这一次记得点关注，点小爱心。这一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种花得花的劳动成果。其实我院子里很多的花草都是不花钱的，都是我用鸡生蛋、蛋生鸡的方式繁殖出来的。这个鸢尾野外很多，所以不花钱。院子里所有的金边兰都是由一颗我捡回来的裂变出来的。这个红色的蔷薇也是我扦插出来的。这棉花讲的所有植物也都是我扦插出来的。这一棵是我买的，我很喜欢，它叫做法国礼服。这棵大游行还是扦插的，这棵也是扦插的。映入眼帘的第一颗绣球是我院子里所有绣球的妈妈。这个葡萄是我小时候种的，已经挂了很多果了。这百合是朋友送给我的种球种的。一直想要莲花盛放在池塘里，仙气飘飘的画面，今年有望实现了。把我的欢喜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观看，可以的话翻手。
这一期给小月铺石子了，看到最后，看看我的杰作有没有也入了你的眼。我是个对事物不喜欢一成不变的人，所以墙角这块空地我没有硬化，因为保不清什么时候我可能会把它翻出来种个啥。铺地上的是土工布，我买薄了，于是就铺了2层，在土工布上垫上植草格，这样可以起到沥水和稳固石子不听话乱跑的作用。这个角落我很喜欢，靠着竹林很原生态，把捡回来的石头们搬个家。这石钵和水泥板放院子里好几年了，清理干净，打模糊，刷个过砂剂，终于派上用途了。老爸老妈嫌弃这桌面太臭了，说用水泥灰给我刷平，被我果断拒绝了，就喜欢这个味儿。地上铺的石子儿，我用的是建筑石子儿，拉了6吨，花了几百块。之前也咨询过历史的价格，但实在是太贵了，消费不起。2吨据说都要2000多。虽然它没有理想石子儿完美，但铺地上这效果，我还是可以加个烂酒的。趁我出门采割的时间，闺蜜过来帮忙了。她是我的第一个闺蜜，我平常叫她叫姐。小时候我俩不管上学还是放学，我们都会形影不离，一起学唱歌，一起跳舞。学习她也比我好，是我的榜样。那时候上学几乎是3天睡她家，3天睡我家。后来她工作了，工资只有几百块，但她都会写信放上100寄给我，在学校当零花钱。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也都是孩子的妈妈了，但那份纯真和纯粹在我们的心里从来没有变过。当我有需要的时候，她永远不问任何理由，无条件的支持我，所以这情感自然不必言说。用淘回来的罐子、糍粑钵和老门板组合成一个茶桌，然后再给石子儿上面铺上天布石，看上去就好看多了。你看想要的效果。这个石子儿也是朋友送给我的，放家里好几年了，现在派上用场了。先用灰石子儿填缝，再把白石子儿铺上去。石子儿就这样被我俩一桶一桶的搬进来，不知道跑了多少次，终于胜利在望了。好东西。铺完石子儿，接下来就是布置一些小景了。来看看这个角度，你会喜欢吗？这块木头花了90块钱，好像被坑了。拿回家之后，又是削又是磨，打磨了好半天的功夫。把这些捡回来的陶陶罐罐都利用起来，你看这样子是不是好看多了？今天简单的交个作业。好了，我今日份的美好分享给大家，各位不要吝啬您的点赞和关注哦。姐，把我的神器拿过来，我要给大家示范一下，风吹落叶是啥子感觉？哎，这给我们家狗子吹风的，今天吹个落叶。走你！呀，可以嘛哈。其实捡落叶，我觉得还是蛮解压的。你看这一块都吹到一起，稍微剪一下就行，哪有粉丝朋友们说的那么复杂？姐，我们的围裙到了，来赶紧试一下。来，看一下好不好看？有2个颜色，可以吧？可以啊。你看，穿着这一配着这个裙子，好好看，像穿了一个裙子一样。对呀，我觉得搭着也很好看啊。真的是像一个裙子啊，特别像那个什么，特别像什么法国风。原来适合走猫步，这个。各位久等了，庆千里开业筹备中。曾经6年的酒店管理工作经验，让我在筹备自己小店的时候注重了很多的细节体现，想要把好的体验感带给大家，而不是敷衍。细节决定成败，这也是我师父陈柏霖先生对我处事的教导。现在得以发挥到自己的梦想里，也不枉费他多年的言传身教。以前呢是特别想开一个有花有书的下午茶店，现在把店开在了自己家里，做一个有情怀的店主，好像更符合我现在的状态。
一场大雨告诉你们，我的不要划走，不要划走。这一期小鱼儿要进攻了。这是我大爷家拿回来的桌子和凳子，废屋捡回来的破箱子，80块钱买的2块木头。你看我的雕工怎么样？插档的中间我不打算用屏风隔离，所以呢直接用了麻布来代替。2张布花了100多。你看这布和墙是不是还挺搭配的？给大家吐槽过的旧门板墙做个装饰，结尾看效果。开始给小鱼儿做亮化工程了，把去年闺蜜从街上垃圾堆给我捡拾回来的灯找出来，安排在院子里。之前虽然没有派上用场，但是你看，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现在用上了，拆东墙补西墙，把破烂的灯笼修补一下，然后再刷个油。这是在网上买的灯笼，一个100多。搭个房顶，接个瓦，把灯带安排进去。打磨的书桌简直就是及时雨，正求缺一个桌子，老弟就给我拉回来了。他也知道我会用得着。我们家是做家具生意的，很多人装了新家具后就会把旧的扔了，所以呢，我弟就给我捡回来了。这算是废物利用吧。前年在我老家挖出来的小猪槽，这画大家就不要吐槽了，是我自己画的，不专业。再把这一块有立体感纹路的老门板当做桌子，你们别吐槽旧门板了，它很健康，没有烫板板。打磨过的书桌去掉腿儿放这里，我超级喜欢。给院子里的石板路洗个澡。茶水间缺一个杯架，用我老弟搬回来当柴烧的木头，自己做一个。看到这儿，你们是不是要开始夸我了？其实它挺简单的，不一定是男孩子才能做，女孩子也可以呀。把切割好的木头组合起来，加个钉子，就这么简单。最后给你们看效果，再把小院安装2个音响。音响安装完毕，开始布置了，快来快了。这还可以，就是当垃圾我就有点浪费了，装花吧。这个更难，2个颜色，一个颜色是和它搭的，就是那种。摆放好，和闺蜜先体验一下，感觉还挺不错的。等我开放后，大家可以坐在这儿喝喝茶、聊聊天，是不是还挺惬意？这个风铃声音好好听，我真的好喜欢，花了100多。我姐人生当中第一次刻的字，必须要放在显眼的位置。之前花了300多买了一把这样的成衣，这次就花了170多块钱买了个半成品，自己刷油。这画好看吧？是不是特别仙儿？用院子里不起眼的植物、石头造个景。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好了，我要开始展示我的成果了。有些网友就别吐槽，这里不行，那里不对了。反正吐槽了，我也不会改。每阶段的思想审美它是不一样的。现在呢，我就喜欢这种我自己野生混搭乱堆的效果。哦，还有回忆一下大家，别担心我的院子会积水，石子不干净。昨天一场大雨，已经冲刷的可干净了。至于卫生，你看我这么清了，还担心啥？小院即将开放，周边的小伙伴敬请期待。你是不是还没关注我？要不就点个关注，点个小爱心，谢谢观看。终于天晴了，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亲家里开放倒计时紧张的筹备过程。你看，我这车是用来拉货的，被我妈说中了，这就是一个货车。搬了一些老物件回来，然后买了2棵可爱的植物种在大门口。小院的门口，我之前想的是用抱朴石来装饰的，但是朋友给了我2个花盆，于是他们就有了着落。你们看这样子好看吗？来吧来吧，发围裙了，来定制到你们了，谢谢。闺蜜们知道我最近快忙疯了，于是又组团来帮我了。对我的爱都在他们的行动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爱死了他们，爱我的模样。我们各司其职，分头行动，在下午初2就搞定了院子里的卫生。忙人，所以呢就没有记录其他的镜头。但是你看，我们好姐妹聚在一块儿，是这个样子的，越傻越开心。来3、2、1，茄子明艳，耶！